近年来，极端的暴雨事件在中国频发，导致的洪水和山体滑坡灾害愈加严重。气象专家指出，气候变化可能是这些事件增加的背后原因。随着大气温度升高，空气中滞留的水蒸气增多，导致降雨量增加。这种极端天气事件在中国境内变得更加频繁，提醒人们自然灾害的威胁在加剧，环境适应能力亟待提升。本期影片，我们将与大家一起来追踪这些极端的自然灾害，了解这些灾害背后隐藏的秘密，看看这些灾害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造成的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别忘了订阅追踪自然灾害频道，并打开铃铛按钮，以避免错过我们后期的精彩更新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见证在中国广袤大地上那些最令人震撼的自然力量。去着了，我走，去着了，这儿去着了，我走，去着了吧，这儿去。哎呀，干活活，走得去了，这我走。今日去，一碗退了要一碗退了。呀，这还这些好。结束，退毛结束，这件3束退哈。这里是河南商丘，此时暴雨如同末日降临，每小时546毫米的降雨量毫无预警地席卷而来，导致了严重的洪水灾害。暴雨过后，山洪瞬间爆发，巨大的洪水直接涌入村庄。监控拍下了这惊险的一幕，一男子从屋里跑出来后，还站在路边，兴致勃勃地欣赏着这一自然奇观。也好在跑得快，否则就要请全村人吃席了。也不知道是哪位村民的小汽车，也瞬间被洪水卷走，场面极其震撼。洪水还将黄河岸边的村庄彻底淹没，整个村庄瞬间成了一片汪洋。村民们绝望地拖家带口，扛着简单的行李，带着哭喊的孩子，在滂沱大雨中艰难逃离。夏邑县东部超过50个村庄被洪水无情吞噬，曾经生机勃勃的土地，如今只剩下一片浑浊的死寂。此次洪灾造成几十万民众无家可归，而受灾当局却隐瞒不报。河南商丘啊，69个乡镇，43万老百姓受灾呀。现在呀，正是那个秋收的时候，他们的庄稼全被淹在地里了进也进不去啊我看那玉米，有的人呀就是游泳进去掰那个玉米棒子，还有那个牛啊、羊啊，还有鸡鸭呀都被淹死在水里。那些老百姓啊，看着真是太可怜了但是呢，我们比较奇怪的是，这主流媒体也没怎么报道这个河南商丘的这个灾情哎呀，希望这个河南这个灾情赶紧过去呀。令人感到震惊的是，发生如此严重的洪水灾害，给河南这个粮食大省几乎造成了灭顶之灾，而受灾当局却极力封锁此次灾情，在网络和电视上并没有看到官媒的任何报道。不但中共官媒封锁消息，河南本地的媒体也集体失声，网络上只有灾民发出的零星视频画面。看上去房子都是漏个灯，前面漏个灯，看吧，不是这也不归看上去了，这有路给俺的房子，看吗？只能看着可厉害，看厉害不？看看家人们，这都给逃荒要饭了，同城逃荒户了。碰见这俺去出去碰见这一阵，看看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！这是俺那边的水都是，家人们看到我的衣裳湿到哪里吗？都湿到这个上身了。然后来到这个地方，虽然说水没那么深了，但是家人们你看看，看看这是百年难见的。然而，中共地方当局辟谣说，这根本就不存在。知道我是河南人，却不知道我是河南商丘人。你知道我是商丘人，却不知道我的老家商丘在1周前经历了一场特别大的洪涝灾害，现在水依然没有退去。69个乡镇遭受了严重的暴雨洪涝灾害，有43万人受灾。我经历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今天才报道出来，还是我去搜出来的，不是推送给我的。起因是我刷到了商丘媒体的一个辟谣视频，现在水灾是真的，辟谣也确有此事。为什么受灾都已经1周了才报道此事呢？这是大陆社交媒体上民众曝光暴雨后农民抢收玉米的一幕，中共官媒站出来辟谣说道：有网民发布信息称，在河南商丘发生了令人心酸的一幕，暴雨后抢收玉米，地里湿车子进不来，只能一盆盆往地头运，引发关注。经相关部门查证，此事并非发生在商丘，该信息不实，系博主使用异地音视频恶意关联，嫁接拼凑而成。还有的网民别出心裁，
制作了一个恶搞影片来讽刺此事件。你商丘人嘴真严，水灾也瞒着，我们早发了，发不出去啊！你们商丘用的2G 网吗？现在网络这么发达，怎么可能发不出去？还是央视新闻告诉的皇后娘娘。我们刚开始也发了，商丘日报出来辟谣，还有官方媒体人民网河南频道也出来辟谣，耽误救灾最佳时机，秋收作物全部被淹，谁负责？我负责，我们自认倒霉。看到这，不得不佩服大陆的网民真是太有才了，把此次中共隐瞒商丘洪灾的做法讽刺得淋漓尽致。不知小粉红看了会是什么样的反应？对此各位朋友怎么看？请在评论区发表您的想法。据了解，有民众在网络上曝光当地灾情，却被顶上一个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，被当地公安抓去吃牢饭。幸亏本人不在大陆，要不也会被抓去踩缝纫机了。我是一个河南人，但是我不知道商丘发生这么严重的自然灾害，水灾这么严重，大片的玉米地都淹没在洪水中。我看到一个图片，他说这个景漂亮吗？那如果说这是一片玉米地呢？河南永城县更是陷入了水患的噩梦，洪水肆虐之处，整条街道被淹没。到腰嘞，夹着我嘞，看有多吓人！都是水，都是，你看看都是。曾经喧嚣的住宅区，此时已成了无人区，居民们被迫放弃他们的家园，仓皇逃往高地，勉强躲避。视频画面令人触目惊心，浑黄的积水淹没道路，许多人不得不在齐腰深的泥水中行走，举步维艰。村民饲养的肥猪在水中挣扎，村民们绝望地试图拯救它们，以便减少洪灾带来的经济损失。而救援队伍使用救生艇，奋力将一批批被困的民众从几近崩溃的环境中撤离。尽管雨势有所减缓，但上游依然继续开闸泄洪，使水位持续攀升。许多村庄的积水深度一度淹到人的腰部位置，稍有退水后仍达1米多。那些家中有条件的村民不得不放弃平日的交通工具，取而代之的是小船。他们划着船在曾经熟悉的街道上穿行，往日的街道如今变成了一条条蜿蜒的水道。村民们的家园、财产几乎全被洪水吞噬，农田被毁，往年赖以为生的庄稼全数被淹。今年的农作物收成已成泡影，而有关专家却在大肆吹捧，说今年的粮食产量比同期增长1.3%，全国粮食产量再创历史新高，达到13908.2亿斤，比上年增了177.6亿斤。粮食供应充足，库存充实，为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提供了有力支撑。又有专家出来胡说八道了，说今年的粮食比去年粮食同期增长多少，我都不知道你这个数据是从哪里来的。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今年的粮食比去年减产的2/3。为什么这样讲？今年的一场大雨，河南、山东、东北还有安徽好多粮食主产区都被水淹了，而且今年的玉米比去年减产的多得多。你给农民保证了什么？你给农民发工资了吗？给农民养老了，你是给农民养小了？你是给农民上保险了？你还是叫农民免费医疗了啊？农民该享受的待遇一样没有，你那不叫耍流氓吗？而且农民的辈分还叫你们拉低了。以前没头吃的时候，你喊农民拜拜；后来有头吃了，你能吃饱饭了，你喊农民兄弟。这等后来改革开放了，农民种地不挣钱了，想到城里面去讨口饭吃，打个工，搞个建筑，你喊人家打工仔，辈分一跌再跌。受灾地区的水电供应也早已中断，由于地铁站被洪水倒灌，大量民众被困车厢中。许多乘客蜷缩在车厢的角落里，黑暗和寒冷让民众几乎看不到任何希望，等待着微薄的救援，却不见政府采取的有效措施。当地的王先生满脸绝望，在社交网络上寻求帮助，恳求政府能送去救灾物资。上级的领导们能否考察我们北土镇网口村的水灾不？每口的水位在1米多深，屋里面的水也得在50多公分，2轮电动车推过来也被淹了。现在是停水停电，恳求上级领导给我们网口村的老百姓送点吃的喝的。尽管救援队伍奋力抢救，但政府迟缓的反应让村民们陷入更深的困境。中共政府宁愿投入大量资源和精力
在台湾周围进行军事演习，向外界展示武力，也不愿意派出队伍去救援国内在洪灾中受难的民众。无数家庭被洪水摧毁、失去家园的灾民在无助中挣扎，然而他们却得不到有效的援助。政府似乎更关心的是外部的威慑，而非国内灾难中的痛苦呼声。我的老天爷嘞！你看人叫人能活不？这2月没过，上2回水都到哪了？你看水都到哪了？都连把这人漂起来了。你说俺还能活不？你看俺这家子，动不能动，咋不能咋的？这上哪挪上哪搬？这下这个雨，这下的不停。你看看，这哪都飘的。我一个女人呀，你说我咋治？我弄不弄？咋不动？给陈书记打电话，一直在通话中，也打不通，愁死我了。这都10点了个逼样子了，你说咋弄？面对洪水肆虐，民众急需的是应对自然灾害的实质行动，而非一场无休止的军备秀。政府的无作为让人们看清国家资源被用在了错误的地方。河南省气象局报告称，个别城市的降水量高达600毫米，而夏邑县单日降水量打破了历史记录。但这些惊人的数字背后，是无数家庭的破碎和政府无作为带来的深深失望。县领导也不重视西瓜了啊！你看了吗？西瓜淹成啥了？你看多深的水，看看，多深的水，你看看。村民们的求助无门，只能苦苦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，等待一个遥遥无期的救赎。都看看这老百姓种个地容易不？哎呀，这是地没有了不说了，这家也没有了，被淹完了，这南头这挪到粮食了。在未来，随着气候变化的持续影响，极端天气事件将变得更加频繁，防灾减灾工作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。期待大家持续关注追踪自然灾害频道，了解更多有关自然灾害的最新资讯。我们下期再见。